台北時間7月7號早上8点，美東时间7月6號晚上8点，世界杯16强，西雅圖的卢门球场，美國對比利時。先說一筆壓了12年的舊賬，2014年巴西世界杯16強，美國碰上的也是比利時，那場球成了世界杯的一段傳奇。美國门將霍華德一个人扑了16次，直到今天，這都是世界杯有撲救統計以來單場撲救的最高紀錄。他幾乎憑一己之力，把比分在90分鐘裡死死摁成了0-0。可惜好漢架不住加時，德布勞內先捅進一個，盧卡庫再補一刀，美國2-1倒在了16強的門口。那一夜，霍華德成了全美國的英雄，也成了全美國的意難平。12年過去了，同樣的對陣，這一回搬到了美國自己的主場西雅圖。先別急着站隊，因為這一次風向真的變了。盤口把東道主美國擺在了前頭，雖然只領先那麼一丁點兒，但這基本就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決。好幾家機構乾脆開成了平手盤，一支世界排名第17的美國敢跟排名第9，手裡還攥着德布勞內和盧卡庫的比利時掰手腕，靠的是主場的聲浪，是剛剛打出來的一波狀態。所以今晚這場球是美國在自己家門口把2014年那筆賬討回來，還是比利時的黃金一代。再演一次，要死的時候偏不死。你要是覺得美國東道主就是來陪跑的，比利時名氣大就一定穩贏，或者反過來覺得比利時都老成這樣了，必定出局，那這條視頻你都得聽完。這場球的門道比盤口深多了。先說比利時這支球隊得先進3分，黃金一代拿過2018年世界杯的季軍，德布勞內、盧卡庫、門將庫爾圖瓦，名字隨便拎一個出來都是響當當的。可上一場對塞內加爾，比利時踢的是真驚魂，開場沒多久就0-2落後，被塞內加爾從頭壓到腳。英超名宿在演播室裡的原話是，比利時糟糕了整整85分鐘。那天隊長德布勞內狀態很差，球隊0-2落後，比賽還沒到1個鐘頭，他就早早被換下了場，眼看着就要被淘汰。是盧卡庫第86分鐘頂進一個，把火點着，蒂勒曼斯第89分鐘再扳平，然後一路拖到加時的最後時刻，還是蒂勒曼斯罰進一個點球。那個球踢進網窩的時候，已經是加時第124分多鐘，成了有記錄以來男足世界杯最晚的一個進球。比利時才3-2，驚險翻盤，贏是贏了，可英超名宿基恩和內維爾當場就說，那個點球判的有爭議。拋開爭議不談，還有個更實在的問題擺在那兒，一支要靠踢滿125分鐘，靠一個爭議點球才能過關的球隊，體能這本賬已經先透支了一大截。第二道口子是老了，這套黃金一代是真的老了。德布勞內34歲，盧卡庫、庫爾圖瓦也都過了當打之年。他們這批人的巔峰是2018年那屆世界杯的季軍，8年過去了，陣容早就到了該換血的時候，可比利時始終沒能培養出接得住班的新人。而美比這一場中間只隔了幾天，比利時剛打完一場125分鐘的加時血戰，幾條老腿都快抽筋了。美國那邊上一場只用了90分鐘，2-0就乾淨利落的送走了波黑，板凳還沒坐熱就下班了。多出來的這35分鐘體能，談到淘汰賽這種1分1秒都要命的場合，就是真金白銀。第三，比利時這套打法越來越依賴那幾個老將的靈光。德布勞內要是不在狀態，或者被對手死死看住，整支隊的進攻就容易卡殼。上一場0-2落後的那大半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當然他們最後還是翻盤了，靠的是板凳的深度和大賽的肌肉記憶。可你不能指望一支球隊場場都靠最後5分鐘的奇蹟來續命。而且往遠一點看，上一屆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，這支比利時小組賽就打道回府了。黃金一代那一次連16強的門都沒摸着。這幾年的大賽，他們的成績是一屆不如一屆。再說美國這支東道主敢在自己家門口跟比利時叫板，底氣也是實打實的。頭一個就是主場，這屆世界杯在美加墨3國辦，西雅圖這一場滿看台都會是星條旗。東道主的聲浪是能實打實往球員腿上加進的東西，尤其對一支平均年齡不大的年輕隊，主場的這股氣能把他們往前頂好幾分。別小看這個，歷屆世界杯東道主總能踢出超水平的發揮，靠的就是這股勁兒。第二個，美國這波狀態是真的硬，
小組賽他們頭名出現4場球场至少进2個，火力不俗。上一场2-0波黑，前锋巴洛贡在半场結束前破門，中场蒂尔曼一记任意球直接轟進死角，赢得干淨利落。更有分量的是，那是美国自2002年以來头一场世界杯淘汰賽的勝利，整整24年，美国在世界杯淘汰赛里就没贏過球，這個坎兒他們剛剛一腳邁了過去，全隊的的士氣正往上衝。第3個，巴洛贡回來了，打波黑那场，這位前鋒在第64分鐘吃了一張直紅，按老規矩這場鐵定停賽。可就在開球前24小時，國際足聯破天荒地把這張牌給緩期了，他這場能上。這紅牌到底該不該吹？背後那通從白宮打出去的電話有多大爭議？我另開了一條片，專門掰開揉碎講。這兒不重複，單看球場，一個能在禁區裡做支點又能自己進球的前鋒回來，對美國的鋒線是實打實的加強。至於這個便宜占得乾不乾淨，那是另一本賬。再加上隊長普利西奇，美國如今的頭牌 AC 米蘭的主力邊鋒，上一場帶着小腿的傷，還咬牙踢滿了88分鐘，這場也沒大礙。鋒線上有普利西奇、巴洛貢、佩皮這幾張牌，美國的進攻不是没有質量的。說起巴洛贡，還有個挺有意思的背景，這小伙子出生在紐約，在倫敦長大，按血統，英格蘭、尼日利亞本來都能選，兜兜轉轉，他最後認了美國這個身份。這樣的球員替美國踢起球來，那股想證明自己沒選錯的勁頭格外足。第4個是包袱在誰身上？比利時背着的是黃金一代最後的窗口，這波人要是輸了，可能就此散伙，全歐洲都盯着他們能不能善終。美國呢，主場作戰，光是剛破了那個24年的淘汰賽魔咒，就已經是賺到了。往前每走一步，都是在寫新歷史。淘汰賽一場定生死，誰的包袱重，誰的手腳就先放不開。老話說得好，光腳的不怕穿鞋的，何況這回光腳的還是在自己家門口。說回2014年那場球，那是扎在美國球迷心裡12年都沒能拔掉的一根刺兒。得再講講霍華德那一夜有多神，整整90分鐘加上加時，比利时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往前壓，射門射正數全面碾壓美國，可球就是進不去，因為门前站着個霍华德。一场16次撲救，好多球都是在門線上，在幾乎不可能的角度給擋出去的。那屆世界杯之後，感謝霍華德一度成了美國網上的熱詞，玩到最後，連美國國防部的官方賬號都跟着蹭了一把。可足球就是這麼殘忍，他撲得住90分鐘，撲不住120分鐘。加時一到，德布勞內先進，盧卡庫再進。美國這邊19歲的替補朱利安·格林替美國追回一個，但已經太晚了。2-1出局。你再看看今晚的场上，12年前在美國心口捅了那2刀的人，德布勞內和盧卡庫，今晚居然還在比利时的陣中。只不過一個34歲了，一個也早就不再年輕。魔咒這東西科學解釋不了，可對美國隊，对滿看台的美國球迷來說，2014年那道坎兒是憋了整整12年的一口氣，而這一次是在自己的家门口，面對的還是同樣的這批人，這正好辦成。老規矩，訂閱先點上。接着說今晚真正的勝負手，先看比利時能咬人的地方。別看老，擋德布勞內那只右腳還在，一腳穿透性的直傳，一個刁鑽的定位球，隨時能把你的防線撕開一道口子。盧卡庫人高馬大，往禁區裡一戳，就是個甩不掉的支點。搶點、做球、背身拿球都是1等1。上一場0-2落後還能翻盤，靠的就是這幫老江湖要死的時候不死的大赛經驗，而這恰恰是美國這支年輕隊最缺的東西。這兒得說句公道話，論球員的個人能力，論大賽的底蘊，比利時還是比美國後上一檔。這不是一股主場聲浪就能完全抹平的。美國真正的隱患也在這兒，他們的中場麥肯尼、亞當斯拼搶凶，覆蓋廣，可真要論在高強度對抗裡的那一腳出球，論關鍵時刻的冷靜，跟德布勞內這個級別的比還是有差距。一旦場面焦着，被比利時拖進加時，年輕球員的心態跟這幫老江湖比，誰更沉得住氣，還真不好說。別忘了2014年美國就是在加時崩的，可反過來美國的機會就在體能和速度。比利時剛打完125分鐘，好幾條主力的腿都是灌了铅的。美國的普利西奇、巴洛贡、佩皮這條锋線，年輕能跑，敢往裡衝，只要開局提速，用高位逼搶和快速反擊去消耗比利時那幾條老腿，越往後拖，天平反而越可能朝東道主這邊倒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場拳賽，
比利時是經驗老道的老拳王，一记重拳能要你命，可耐力見底。美國是體力充沛的年輕挑戰者，就看能不能在老拳王緩過勁兒來之前，用密集的快拳把他拖垮。一邊的矛正對着另一邊最薄的盾，两邊都是，一支是拼經驗、拼底蘊的老牌劲旅，一支是拼冲勁、拼主场的东道主新軍。两種風格還這麼針尖對麥芒，這才是這場球最讓人期待的地方。那盘口到底怎麼說啊？这场特別有意思，盤口基本開成了平手，美國稍佔上風。有的機構給美國負120，比利時負105，幾乎就是一半對一半。翻譯成人話就是，這不是一邊倒的走過場，是倆人掰手腕，誰的胳膊先軟，誰就出局。你要知道，能把一支世界排名第17的東道主，在16強的賽場上抬到跟排名第9的比利時平起平坐，這本身就說明了不少東西。市場認的不只是排名，還有主場，還有狀態。說白了，連開盤的機構自己都拿不準，才把兩邊擺得這麼近。在16強這種級別的對陣裡，能開成一個平手盤，本就不多見。上一回美國在世界杯上被當成正經熱門看待，你都得往回倒好些年了。如今在家門口，他們等的就是這麼一個機會。而且這屆世界杯反反复复在教所有人一件事兒，名氣和排名到了场上真不一定管用。排名第9的比利时上一场就差点被塞内加爾淘汰，4届冠軍德國前几天被巴拉圭一路拖进点球，踢回了老家。连卫冕冠軍阿根廷都被一個50萬人口的佛的腳逼到了加時，盤口能算個大概，算不準今晚這一場。何況這一回連數據本身都站在東道主這一邊，這也正是幾億人今晚願意守着屏幕的原因。先把規矩說死，淘汰赛单场定生死，90分鐘打平就踢加时，加时再平就點球，一輪定起流，沒有回旋的餘地。美國要過比利時這一關，路子其實挺清楚，別去跟比利時比控球、比經驗，那是拿自己的短處去撞人家的長處。他們要做的是趁着開場主場聲浪最響，比利時老腿最沉的头30分鐘，往死裡逼搶，往死裡提速，爭取先偷進一個。一旦領了先，就靠巴洛贡、普利西奇的速度打反擊，逼着比利時壓出來跟自己对攻，把场子攪亂。他們最怕的就是被拖平，被拖進加时。2014年那道傷疤就是這麼來的。年輕的美國最不該讓歷史重演一次。反過來，比利時的劇本是先咬牙頂住美國開局那陣猛的，別在混亂裡丟球，然後把節奏一點點慢下來，用德布勞內的腳、盧卡庫的支點，把球權攥在自己手裡，把年輕氣盛的美國拖進他們最不擅長的陣地戰，拖進加时。只要能拖到那兒，大賽的經驗就是比利时最大的本錢。2個劇本，一個考驗衝勁，一個考驗老辣，就看今晚哪個先寫成真的。最後說這場球的分量，美國要是贏了，那就是東道主在自己家門口，12年之後親手討回2014年那筆賬，一路殺進8強。對一個正憋着勁兒想讓全國愛上足球的國家來說，這是里程碑級別的一晚，能點燃的東西太多了。要知道，這可是在美國自己家門口辦的世界杯，東道主能往裡走多深，直接關係到足球這項運動往後在這片土地上能火成什麼樣。比利時要是贏了，那就是黄金一代在謝幕之前又一次證明了老兵不死，把最後的窗口再往前狠狠推一把。德布勞內、盧卡庫這波人從2018年世界杯季軍的巔峰一路走到今天，這很可能已經是他們最後一屆世界杯了。而站在他們對面的是普利西奇領銜，憋着一股勁兒，想在主場證明自己的新一代美國，一邊想守住黃金一代最後的榮光，另一邊想在家門口親手開啟一個屬於自己的新時代。一場球卡在2個時代的交接口上。台北時間明天早上8點，美東今晚8點，西雅圖見分曉。你覺得今晚誰能笑到最後？看好美國主場復仇的，評論區扣個1；覺得比利時黃金一代還能再撐一回的，扣個2。順手把你猜的比分打在評論區，明早復盤，咱們回來對答案。賬都擺在這兒了，怎麼算你自己定。覺得老馬落得還重，訂閱點一個。這場球的復盤明早第一時間到賬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